昔日服務天花板，如今鹹魚5折賣，以極致服務聞名的海底撈真的在做賠本買賣嗎？在這個全民熱衷薅羊毛的時代，要是聽說能在鹹魚上以5折的價格吃到海底撈，你是不是瞬間就來了精神？要知道，作為火鍋界的翹楚，海底撈一天的翻台率可以達到4.1次，會員也超過了1.8億人。截止到目前，海底撈在全國擁有1407家門店，年營收更是高達數百億元。它向來以優質服務和高消費示人，這突然出現的半價優惠很難讓人不心動。過去海底撈的服務宗旨是只要你想要，我就能給。如今的海底撈直接進化為只有你想不到，沒有我做不到。如今淘寶上搜海底撈69折，銷量直接飆升到100萬加。假如在海底撈吃400塊錢，打69折只需要再付276元。打5折更是減1萬，可這麼一波打折下來，海底撈還賺錢嗎？這究竟是羊毛還是現金呢？1994年，張勇在四川簡陽開了第一家海底撈火鍋店，當時店面只有4張桌子。起初，由於味道并非頂尖，生意也並不景氣，但張勇卻堅持着服務至上的理念，比如為等待的顧客提供免費零食、擦鞋服務等，逐漸也積累了良好的口碑。到了1999年，海底撈進軍西安市場，邁出了跨省擴張的第一步。隨後，他又陸續在全國各大城市布局。2012年，海底撈開始進軍海外市場，首站選擇了新加坡，之後又進入美國、韓國等國家。2018年9月，海底撈成功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，靠着在海底撈既能做美甲又能做護理，到後來還能理頭髮，只要吃火鍋就能送禮物，因此海底撈的名聲徹底大降。各地火鍋行業開始模仿海底撈服務，讓海底撈一度成為了中國火鍋行業的標杆。而且海底撈為了引流，大學生每個月會有2張6.9折、2張8.8折的折扣。在閒魚平台上搜索海底撈，也会瞬間跳出一大波相關商品，其中各種待定優惠券、折扣套餐，看得人眼花繚亂。不少賣家信誓旦旦地稱，能幫買家以5折甚至更低的價格享受到海底撈。這些5折優惠券到底是不是陷阱呢？其實啊，閒魚上這些5折吃海底撈的交易還真不能一概而論說是陷阱，但其中確實存在不少坑。有些折扣是真實存在且靠譜的，比如說有些賣家是海底撈的忠實會員，積累了大量積分，積分可以兌換優惠券，而他們自己又用不完，就拿到閒魚上轉賣。這類優惠券一般都是真的，只要買家嚴格按照使用規則來，就能順利享受到折扣。另外，海底撈偶爾也會推出一些限时優惠活動，部分商家會通過閒魚等平台推廣，價格也確實很實惠，但這類情況相对較少，而且優惠活動的時間、參與門店等限制較多。先前有博主測試在閒魚上買5折優惠券去海底撈，結果付款時服務員表示這券可以用，後來才發現這些優惠券是內部員工折扣券。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商品都是真實的，有些不良卖家純粹就是騙子，他們在閒魚上發布虛假的折扣信息，等買家付款後，要麼直接消失得無影無蹤，要麼隨便找個理由說无法提供服務，就是不肯退款。还有些賣家雖然不是騙子，但他們提供的折扣方式可能游走在灰色地帶。比如有的賣家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大量海底撈員工內部折扣碼，然後在閒魚上售賣。這種行為一旦被海底撈官方發現，則無法正常使用折扣。但在閒魚和某寶上搜索海底撈，銷量甚至已經突破100萬，也就是說已經有不少人薅了這波羊毛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海底撈真的能賺到錢嗎？要搞清楚這個問題，咱們得先來看看海底撈的成本構成。海底撈的成本主要包括食材成本、房租成本、員工成本和營銷成本等幾大塊。先說食材成本，海底撈一直對食材品質嚴格把關，選用的都是優質食材，这就導致食材採購成本相對較高。比如說他家的牛肉都是精選上等部位，蔬菜也都是新鮮直採，這些都增加了食材方面的支出，房租成本也不容小覷。海底撈的門店大多開在繁華商圈的核心地段，這些地方的房租價格高得嚇人。像在北京、上海等1線城市的熱門商圈，一家海底撈門店每個月的房租可能就要幾十萬元。再看員工成本，這可是海底撈成本的大頭。截至2024年年末，海底撈共有137178名員工，2024年員工成本總額高達141.13億元，平均每名員工年收入包括薪金、工資、津貼和福利就在10.29萬元。因為海底撈以優質服務聞名，為了給顧客提供周到細緻的服務，需要雇傭大量員工，包括服務員、廚師、保潔員等各類崗位。除了常規薪資、員工福利、社保、公積金等開支也相當高，並且海底撈那些廣為人知的特色服務，同樣也帶來了高昂成本。以美甲服務為例，海底撈的美甲服務十分有名，通常每個門店至少配備2名美甲師，若按此粗略計算，美甲服務的員工成本就超過了2億，這還沒算上各種美甲耗材成本。除了美甲，就餐時為小朋友送玩具，為過生日的顧客準備驚喜，給等待顧客提供免費零食等服務。雖然給顧客帶來了良好體驗，但也會增加了運營成本。另外，海底撈還會投入大量資金進行營銷推廣，比如投放廣告、舉辦各種活動等，這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。可即便如此，海底撈依舊能實現利潤增長。2023年，海底撈整體收入為414.53億元，同比增長33.6%，净利潤為44.95億元。到了2024年，海底撈實現營業收入427.55億元，同比上升3.1%，净利潤為47億元，同比增長4.6%，收入净利潤實現連續2年增長。
只能说這些優惠掉的錢，海底撈早已經轉嫁到菜品上，從而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了。不過話又說回來，海底撈的聰明之處在於，它把折扣玩成了精準營銷，把折扣作為引流工具，同時不斷提升服務和菜品質量的品牌，才能在低價中賺到真利潤。就像成都的老食客說的，10年前吃海底撈覺得貴，現在有了各種優惠，反而常去了，不是因為便宜，是因為每次去都覺得值這個價。